收看关键时刻，我是张浩和。今天全世界因为一件事情，整个吓歪了。中国制造真的太强了，他们难道真的突破美国的晶片管制？他们竟然做出了一台山寨版的 EUV， 就所谓的极紫外光机。这不是我们说的哦，这个是路透今天独家报道。你看到这个标题，他说中国如何打造曼哈顿计划，已在人工智慧晶片领域与西方匹敌。就是这个曼哈顿计划，我们都知道，美国的曼哈顿计划是跟核弹是有关系的。当初这个核弹研发出来之后，它改变了整个世界的局势。而对于中国来说，它的曼哈顿计划就是 EUV， 因为 EUV 是制造晶片非常重要的东西。而在这篇文章里面，他写的非常细，中国他搞真的，他竟然花了大把的银子、大把的钞票，把前艾斯摩尔员工全部都挖来之后呢，他把它匿名之后，要他们干嘛？搞逆向工程，一直弄，结果国家的力量进来之后，还找了一大堆大学生，跟生产线一样，一定要把它研发出来。结果你觉得他成功了吗？他成功了，他竟然在深圳搞了一个，在今年初竟然搞了一台 EUV 的光刻机的原型机，所以今天全世界都很惊讶这件事情。但问题点就在这里，这一台 EUV 机真的可以用吗？好，我们现在介绍今天的来宾，第一位财经专家黄世聪，大家好；时事评论员张宇轩，大家好；专家林廷辉，大家好；全球防卫杂志采访主任陈国敏，大家好；台大电机博士张晴玉，各位观众大家好。好，最后资深媒体人吴正峰，大家好。好，稍后还有资深媒体人姚慧珍会加入我们讨论当中。世聪，今天路透社这一则新闻出来之后，我们全部吓了一跳，中国真的突破了美国的晶片限制，结果不对啊，他还形容说什么自己搞了一个曼哈顿计划，人家用原子弹，他弄 EUV， 他真的成功了吗？对，没错，今天一个爆炸性的消息就是路透的独家报道，他说什么呢？中国如何打造中国版的曼哈顿计划，然后在人工智慧的晶片上面领域跟西方匹敌。他甚至还说了，中国的深圳团队在2025年年初的时候完成了一台 EUV 的这个极紫外光机的这个所谓光刻机的原型机啊！哇塞，这讲出来的话，大家完全吓一跳。为什么呢？因为目前为止，中国的这个半导体就是被这个极紫外光机 EUV 没办法卖到之后，你的先进制程7奈米以下都没办法做嘛，所以你在 AI 领域来说的话，很多晶片领域你都落后嘛，就没想到。听说习近平对大表不满，他说什么了？拍错了。对我们中国人，我们要搞一个中国版的这个曼哈顿计划。我们找谁？他找了他的亲信叫丁薛祥，你给我负责，好，你给我紧盯这个。这是国家级国家级的领导人这样负责这个专案好，那这个专案他找谁？他马上找了任正非，华为的这个所谓 CEO， 他的这个精神领袖。中国技术最厉害的，好，华为之父，对你来负责。好，你来负责之后，当然华为的人进来了，然后你要什么人我都帮你找。以前艾斯摩尔的科学家、外国的科学家、中国所有的科学家，完全集合起来，弄一个所谓中国版的曼哈顿计划。一旦呢，我们中国呢可以搞出这个 EUV 的原型机之后，我们以后呢就可以在晶片领域来说突破美国对我们的卡脖子。我们在 AI 领域来说，就可以把美国踢到一边去了。哇，这个曼哈顿计划真的相当的这个积极的一个状况。好，那我们跟他讲，那为什么叫做曼哈顿计划呢？对，事实上，如果从这个路透社的形容里面来说，它还真的跟美国的曼哈顿计划有点像。哇塞！为什么呢？好，它这个中国版的曼哈顿计划是要突破美国对这个我们晶片的封锁嘛，对中国晶片的封锁嘛。好，当时的美国曼哈顿计划做什么？要跟德国，当时的纳粹德国已经开始做原子弹了，对，他们很害怕，所以当时呢，美国政府就说不行，我们也要赶快比你更早做出原子弹。所以他在1942年的时候，集结了当时的美国、英国所有西方世界的已知的任何的科学家，组成了一个曼哈顿计划。那这曼哈顿计划来说，美国当然拨了非常多钱，而且呢绝密。因为他的这个实施的地点在拉斯阿拉莫斯，就是在美国的加州那个地方的一个神秘的研究室。那听说这一次中国版的曼哈顿是在深圳的一个神秘的研究室。哇塞，真的一模一样，两边都是神秘研究室，而且当时是有这个曼哈顿计划是由罗斯福总统直接拍板，现在这个中国版是由习近平直接拍板。好，那科学家，你知道这一次的这个中国版曼哈顿计划里面的所有的科学家。
大家都是隐姓埋名的。对另外一个，每一个人都负责不一样的部位，就是说，当时的在美国的曼哈顿计划里面来说的话，他有一组人专门在做研究这个核子弹的这个，比如说把铀把它提炼出来，或是把钚提炼出来。那有另外一组人是研究炸弹的这个材质、炸弹学，那有人研究流体力学，然后有人研究所谓的核子反应，哇，一大堆。在他们这里面，中国版曼哈顿计划也是一样。把它分门别类，你研究你的，你研究的，每一个大家都不知道在做什么。对，那最后才把它整合成一个曼哈顿计划最后的这个小胖子、小男孩这个原子弹去炸了这个日本嘛。对，那这一次也是一样，他们在执行的过程呢都完全不知道，最后终于组成了一台原型机的时候，他们才知道说，哦，原来我们是要发展我们自己的这个原型机。所以呢，它其实跟中国版的曼哈顿计划跟当年的曼哈顿计划是相当像，所以为什么路透社是说打造一个中国版的曼哈顿计划，其实目的在这个地方，就是要形成对美国科技业的一个所谓逆袭的一个情形。石宏哥，这个中国的曼哈顿计划真的是玩真的。我今天看完这一篇，我吓死了！你花钱真的不手软的。艾斯摩尔的前员工。薪资你要多少？是自己开，你要加一个零，我帮你加一个零。对，我就讲中国现在当然要人才，对不对？要人才的话，最快当然是从艾斯摩尔挖来。对，可他们不是乱挖，正好不是乱挖，他们挖谁？他们要挖的是你以前曾经在艾斯摩尔工作过的中国籍的员工是最佳，或者是说你对中国有感情的，他就直接跟你讲，这个赵和你要不要从这个你的艾斯摩尔的项目呢来到我们中国的这个状况？然后就有人来了嘛，就来到这个项目的时候，他竟然发现到说，哦，他还这个得到这个丰厚的奖金里面，就有一个假的身份证给你了。就我刚才讲的嘛，你已经不再是赵和，你加入我们这个任务之后，你再也不是张兆和了。已经叫做张宇轩了，所以以后你就用这个新身份在里面这个工作。结果没想到他进入工作里面来说，我就认出来，你就是赵和啊，不是，你说什么东西？我是宇轩，当然不行，我也不叫黄世聪，对，就大家都这样，所以大家都完全身份都完全是要保护的，所以大家都太隐秘了吧？对，因为什么？因为防止你在做这个神秘任务，你让外界知道，所以我们彼此之间我们都要互相的这个隐匿身份，而且你出了外面之后，你也不能够说，你出了外面之后，你就变成是张兆和，对，你不是张宇轩这样一个状况，所以就变成是里面非常神秘秘的一个状况，大家都隐瞒自己的身份的一个状况，而且他钱也给太多了吧？他给300万至500万元人民币，是没错，你就乘以5，对。还有什么签约奖金？对，你看购房补贴，对，这么多，所以给人家你看哦，40到70万美金呢，大家可以把它乘以5，你看乘以5来说哈，1500万，1000万到1500万，给你1年年薪，所以当然很多人来啊，所以那很多这个 ASML 的老员工，特别是他曾经呢，可能是有中国身份的，或是他对中国有情感的，他就来了，他们就来到这个神秘的这个深圳的这个团队里面，加入这个团队。好，那除了这个之外，还把华为。因为我们知道这个项目来说，总督导师是任正非嘛，对，所以华为很多工程师也都来到了这个所谓深圳这个地方。好，那除了这些啊，他挖了一个非常有名的人，这个人叫做林楠。林楠来说的话，因为他以前曾经在艾斯摩工作过，那在艾斯摩工作过来说的话，他以前是负责艾斯摩的光源的技术的最重要的负责人之一。所以他就回到中国嘛，然后他在中国的科学院上面，上海光学研究所团队在18个月申请了8项 EUV 的这个光源的专利，哇，这样很厉害。对，所以等于是林楠呢，他到这个中国的这个科学院的这里面来说，去当成是这个上海光学研究所去当研究主管之后，他也加入了这一次的团队。好，所以你看国家单位有上海科学院的中国科学院的上海光学研究所，对，然后还有中国科学院的长春光学精密机械与物理研究所也加入了，所以你看，中国是这样，请国家的研究团队，然后还有华为全中国最厉害的民营科技公司，还有艾斯摩尔的这个员工进来，组成了一个类似，我就说是不是有点类似当年的曼哈顿计划？完全摧毁嘞。对，毫不计成本的摧毁。所以你要知道，事实上这一次的这个曼哈顿计划里面，中国版曼哈顿计划，习近平是花了多大的野心，你就知道。好，问题是我们就讲。他找了一个非常重要叫林楠嘛哈，那为什么林楠这么重要呢？我跟他讲，实际上在极紫外光机里面来说的话，最重要就是什么？你光源发出去之后呢，你要能够把这个光打到这个最后时刻的这个机台上面。但问题是这个技术很难啊，所以你知道，赵他们现在一开始做的时候，他们就说，我们就给大家讲，艾斯摩的极紫外光机，对，大概约莫是一台校车。
然后重大概180吨左右这样一个状况，还蛮大的哦。对，一台校车你就试想啊，你们家那个小朋友坐的这个校车的大小这样一个状况，约莫是大概一个卡车的这个大小这样一个情形。好，就没想到他们中国一直试验。原本要把它这个，我们能不能做出这么小的一个原型机啊？就照那，他们把所有的零组件都做出来，这个光源可以发，然后这个同步器可以做，然后可以弄到丝上面，这样做出来之后，好，我们把它整合成一台这样的这个机器，整合下去之后，你知道他们居然是一栋楼这么大，真的假的？对，就大了好几倍。把工厂全都塞满了。兆和，我跟你讲，不是那么容易的啦。你很多东西，人家荷兰是累积了多少，它能缩到那么小？你以为缩小很容易？你要说，发光一个东西，你要把它完全整合在一起，那个难度之高，所以变成是怎样？如果按照目前我们得知的状况是，人家一台机是一个校车，那你是一栋楼这么大。那所以呢，你就说它有这个商用的价值吗？可以，目前为止来说没有错，你做出来了，但是你目前为止只能够测试用，对，你要真正能够量产，还差得很远，所以变成是完全不可能的一个状况。那尤其是它有很多的这个很多的专利没办法突破。里面主要有几个，主要就是因为它这个有这个蔡司的这个镜片，对，蔡司镜片我们曾经在节目上讲过嘛，它在这个光源里面反射的时候需要这个镜片的这个反射。那这个镜片反射，你知道它精密度要这个所谓镜片的精密度要精密到什么程度？有人就说要精密到整个这个地球的表面上面来说的话，这个差异不能够超过一个扑克牌的大小啊，这是非常非常精密的，所以你根本不可能磨出这样的晶片的，你不可能磨。然后另外一个，你要在发出光源的时候，你要打出那个光的时候，你要能够发出22万度电。22万度 C 左右的这个温度，然后才能够把那个光源打出来。这个你有这个技术吗？你其实都没有相关的这个技术啊。所以即使你有突破的时候，为什么他能够做？为什么要做出那么大台？因为他们一定人家蔡司能够磨到那么小的镜片，你没办法啊。所以我就说，外媒都报道过，真正的这个老大是他的独家镜片，那这变成是锁死中国镜片的王牌。其实不止镜片，不止这个东西啦。我跟他稍微解释一下。这一台 EUV 极紫外光机来说，一共有10万个零件，然后呢，它大概要7000多条的这个电线，对，然后另外一个它的里面的软管线有2万公里之长这么多，然后另外它还有4万个左右的这个螺丝啊，所以你看这个，也太细了吧？对啊，所以它是一台非常精密的一个机械，所以你看当初我们就讲荷兰艾斯摩尔的公司放话哦。他说：“全套设计图给你中国，你也未必能够造出光刻机啊！这是2020的哦。对，他放话了，是我给你看，答案给你，对，给你看，你还不见得抄得出来，你做得出来，我就不相信你做得出来。但我觉得为什么德国有这样的底气，艾斯摩敢这样说？因为里面的技术，你知道一台艾斯摩的机器里面来说，来自全世界10几个国家的技术。”然后每一个公司都是专门在，譬如说蔡司，人家蔡司是一家好几百年的这个公司，你知道他为了要做这个镜片，你知道他们公司的这个镜片磨镜片的地方啊，要求是跟无尘室是一模一样的等级。然后他们公司一共有7500个人的员工，就专门在做镜片。然后呢，有1500个人是专门在帮艾斯摩尔磨镜片。然后他们的镜片技术是怎么样，你知道吗？他们镜片。这个技术是他们有非常多团队，有负责研磨什么，他们都是手把手教，你根本没有办法知道他的 know how 是什么，这个就你根本没办法突破的一个重点，所以这变成是你这些都完全卡住，所以我才说中国要突破不是想象中的那么容易啦。好，那我就讲我们刚才讲的这个镜片，就是它在这里面反射，有没有反射到最后的时候，这个就是需要镜片，你镜片要吊得很准，不然你最后呢会反射到别的地方去，你就没有反射到这个，所以你要精准度要非常精准。好，那我跟他讲不对啊。那你怎么去做这些所谓 EUV 极紫外光机的这个零组件？你从哪里来？你知道他们怎么说吗？这一台中国的这个所谓这个原型机啊，就是一场这个所谓拼装车。拼装车。对，为什么？因为它可能零件东凑西凑。因为我跟他讲，它做不出来嘛，所以你看，它现在开始的是说，从旧款的艾斯摩尔拆。好，旧的，我先拆掉，有点挂吧。这个车子我们就说割肉这样子，挂吧市场这样子，从这边把零组件拿下来。好，另外还从二手市场这样这个供应商，譬如说蔡司，你有什么零件卖给我？然后另外一个还从什么尼康还有佳能也把它买一些零组件来。你说拿你今天你蔡司的没有，对，我就拿尼康试试看，Canon 的试试看。所以我就说他真的是在拼装，对，他就是拼装，来自各国。我们必须说啦，事实上。
即时外光机这个艾斯摩也是拼装车，可是他们是各国的原装材料拼成一起。对。可是他们是去买二手材料啦，然后这个所谓割肉市场来的一大堆零组件，这样把它弄成一堆好。那甚至你看，他们还会去拍卖。你看，国际银行会定期拍卖老旧的半导体设备的时候，根据阿里巴巴旗下的这个阿里巴巴国际站的拍卖，中国最近一次拍卖老旧的艾斯摩光刻机是在2025年的10月。哦，所以就说他真的一直不断的去这个拍卖，好。去拿这个机子进来，他们还说什么？他们用100个应届毕业生，然后你们就开始马上帮我拆了之后拆，你看他们每一个在拆的时候，照你知道，譬如说我要拆这个零组件的时候，我还有 camera 在照我，然后我怎么拆？因为为什么？因为我要确保我拆的时候我就知道怎么装回去了吧。所以我说他们是有录影的哦，我怎么拆，这个拆，有顺序嘛？他根本是流水线上的工人的感觉。对，好，我只要把这个工程反过来做就好了嘛。这个照理说很简单嘛，我都有录影啊。我明明第一栋这样，第二栋这样，第三栋、第四栋这样做，那我只要反过来就可以了嘛？就照连这样反过来都做不出来。所以这也太难做了吧，所以你就知道难度之高。好，那你让每一个来这边练习的人都是他们有这个啊。如果假设你把它组装回去的话，你就有功，给你奖金这样的状况。所以他们花了那么多精神，所以我就说这个难度其实比大家想象都还要难很多啦。哈，那我刚才就讲，除了这个中国各地招募之外，还有一个最重要就是华为嘛。对，那你看。华为他们就在他们内部就说，你看他们现在所有的研究院，好和华为所有的这个总部还有研发基地，还有所有的研究所，华为自己本身有很多研究所，你毫无保留的给我调到深圳来，就是最厉害的人全部给我调到深圳来。是哦，对，好，那你看还有什么？半导体团队员工说，为了保护专案的机密性，各个团队之间都保持的隔离，不知道其他团队在做什么的一个状况。所以你看他们。在深圳的这个有几个神秘的大楼呢？大家就说可能是在这几个地方做，因为为什么？这几个大楼完全都是所谓的灯火通明的一个状况。然后他就说，他们各地办公室都已经来到参加这个工作，然后分配到半导体的员工通常睡在工作场所。所以呢，过去这个华为有所谓行军床的文化，你就给我睡在公司吧，好。然后工作时间禁止回家，然后处理敏感的这个团队来说，还会被限制手机使用。就是说呢，假设今天正好你是负责这个 EUV 的这个光源的，不好意思，你的手机呢，我们可能要给你监控，因为怕你会外泄机密。对，所以呢，你不只不是张兆和，你是张宇轩，而且你还是必须要手机，你也不能用你的手机啊，这么严格。对啊，所以我就说他们真的是卯足全劲要来搞这件事啊。可是问题是，弄到目前为止来说，如果你做出来的还是一个1层楼左右、1栋大楼左右的这个极紫外光机的话，我觉得你可能距离真正量产的时间还要10年以上的时间呢。宇轩，刚刚看到中国真的是催泪了，虽然是什么山寨版的，但是在美中晶片战里面，一刻都是不能放掉。你放掉之后，中国恐怕随时都会超车。我们之前就已经讲 Intel。之前他们的执行长陈立武不是被骂非常惨吗？你亲中，这川普还把他叫去白宫骂，结果呢，他有没有改？我觉得怪了。最近你可以看到路透还有报一个新闻，你 Intel 怎么会跟中国的设备商合作呢？这设备商明明去年就已经在管制的名单之内，难道你陈立武不知道吗？你一定知道，现在你一定知道。在搞一个木马屠城记吗？宇轩不对，兆和，我跟你讲，各位报告，为什么我会叫错名字呢？因为事实上他们篡改这个名字恐怕是跟间谍有关。因为现在呢，整个美国包括参众议院最关心的人就是这个陈立武，很担心他这个兆和我们这次没叫错了，会不会就是那个大间谍？你知道可怕在哪里吗？他最近说呢，我们呢在所谓的测试 A14、14A Intel 14A 这个节点的时候呢，要使用它的清洗设备，也是这是一家设备商，这个叫做 ACN 叫做盛美半导体。这问题是什么呢？当他说我打算要采用的时候，第一件事情，你其他的成熟制程用就算了，你怎么会用在呢14A 这个地方？这是你最先进的哦。对，还在研发当中的哦，所有科技的精华都在这边哦。那你清洗设备，包括用它的东西。来，再来第二件事情，这个 ACN 的劣迹斑斑，为什么？它过去曾经呢跟我们讲的中芯半导体，以及呢长江储存、长兴储存，这个长兴储存是什么？跟中国军事有高度关联性的一家公司，然后呢，这个中芯国际也一样，都是跟中国军方有合作的公司。那你怎么确保说我让他前门打给他外实验室来，对，直接看到我最新的制程、我最新的设备，跟他进行讨论跟研发，否则你要怎么装机器？对，所以他们就整个火大了嘛。路透社里报道之后说呢，因为这家公司曾经被我们讲因为跟中国的政府关系被制裁过。
关系这么密切。他的2间子公司还被制裁过，对啊结果你陈立武还找他，对啊，就莫名其妙。结果你知道吗？ACN 直接证实说，我们已经销售多台，而且交由亚洲营运单位生产。亚洲营运单位生产呢？来，我给各位一个数字啦。你知道这个 ACN 哦，它的客户多少是来自于中国吗？多少？超过90啦。神经哦，他就全部都卖中国了，你怎么会去跟他买呢？他说没关系哦，我们已经在测试哈，效能呢现在都很正常。来，你还不相信多少？我一次给你摊开来看哈。这是呢 ACN 它里面的那个高层。对，我们先不要看脸哦，你如果光看名字哦，他叫 Howard， 没有，他叫 Howard Chen， 来陈浩文。所以呢，也是中国人。对，来也是，要么是中国人，要么是华人，要么是中国人，要么是华人。从他的执行长到这个 David King， 对，到这个陈富平，他是销售总裁、财务长。我请问一下，这不是一间中国公司吗？这个是我们的制作团队到 ACN 那边直接去搜出来的。你陈立武是瞎了吗？你陈立武你不知道这件事情吗？这是机密吗？不是、啊，因为 ACN 我跟你讲，他搞笑吗？他就这个第一个执行长他在中国有永久居留权。再第二件事情，他在上海成立研究中心，他在中国有2个据点。换言之，他大规模的生产呢都在我们讲的上海以及中国等地。而且呢，这个王辉他曾经还干嘛呢？来，你看哦 ，ACN 创办人都在担任执行长。然后呢，他虽然说是从日本毕业的，研究的就是我刚才讲到清洗啊、电镀啊，以及他最近还在做 CoWoS。那在加州呢，但是他股权是57%。换言之，一己的揽公那尊审，但是他公料尊审料呢，他曾经参加过这个叫什么？上海市白玉兰人才计划部将项目申报启动。对，这个是什么？给鲑鱼用的，也就是海归派。你今天呢，比如说你是中国人，你去国外留学，对，然后海归回来之后呢，我要吸收你，我给你补助，给你赞助。但奇怪了呢，他是美籍的。我们讲哦，我们讲的那个陈立武，中国不是只能一个国籍，然后这个还是双重国籍。对啊，他有居留证。这就怪咯，这更怪咯。对啊，我就想说，那你去美国是干嘛？还是你被吸收了吗？怎么会那么奇怪？然后呢，我讲这个项目等于说中国只补助自己人，结果他就没补助。他就被补助，那我跟你讲，他还是不是自己人？因为这个是我们讲05年那个时候就发生的事情嘛。所以你知道，当他们现在在研究的时候，我发现一个更细思极恐的事情。俄勒冈州这个地方有一个叫细森林，这个细就你想的没有错，就半导体那个细对。结果你知道吗？他们在这边查一个点，就是所谓的 ACN 盛美半导体，他这边插了一个工厂啊，他工厂做的东西大概就是要否谁的？你猜猜看，距离 Intel 只有1公里，就大概1公里左右的距离。换言之，它就坐落在 Intel 旁边，那 Intel 就刚好用到它。那你看它就是在那边生产的。我们讲的有一些我们讲的生产用的一些研发用的设备。因为各位，我跟各位报告，这一家盛美半导体，它基本上就是一个设备商。但你说它是真的多高阶的设备商，它其实也不是。所以呢，它在这个情况下，等于说它完美的直接跟 Intel 做一个嫁接，做一个合作。来，你看 ACN 说，透过 Intel 全球领先战略展开合作。然后呢，积极评估清洗工艺的步骤的工具，升级了客户演练实地的跟本地研发能力。我讲我很害怕一件事，你知道吗？到时候 Intel 里面就出现一大堆像我们之前讲过的，不知道是哪里来的人，可能 ACN 的嘛。你还记不记得台湾技术怎么被偷的？不就是人家来装设备装一装，然后就有人这边偷偷摸摸，感觉很奇怪。日本那时候不就是这样子吗？这真的是木马屠城记。对啊，那你进去之后，来我就请问一下，你 Intel 到底什么心态？是说这个刚好要腾跟火狼跨，然后呢给他去入侵，会不会到时候一堆 ACN 的成员呢，就如同我们刚才讲的，跑到中国去之后呢，改名换姓呢，就变成不一样的人，然后带着核心的技术走？谁知道？因为现在我们在研究，你看这是它的数据。它在清洗份额这家 ACN 只占全球大概8%左右，那未来其他的呢，大概90%都在中国。那唯一有的优势，也就是它的东西很便宜。但是平心而论啦，我看半导体看到现在，我从来没有听过哪一家厂商是说因为它修过短袜，它修啦比较便宜啦，然后拼线技制成，我选一家便宜的。所以陈立武这件事情说不清楚。当初川普的一句话，恐怕要再讲一次，也就是陈立武恐怕有忠诚问题，这家伙得要处理下去。好，其实不是，我们刚刚特别提到一个人叫林南，这林南是从艾斯摩尔这边回来的，回来之后不得了，他 EUV 他生前这么多专利是在上面，短短几年时间，他有这么强吗？人家现在形容他什么？他是中国版的奥本海默。好，问题点就在这个，既然你 EUV 的专利申请那么多，那真的可以制造的出来，真的可以用吗？那林南他基本上来讲，他想要做的就是我们叫做固态雷射，对。光源的部分来讲，第一个这是 paper， 所以这是属于研究的这个阶段。所以他还没有实验，他真的没有去实际真的去做到这件事情。EUV 它其实是因为它很复杂，
它非常非常的复杂。那当然呢，中国也因为被卡脖子，所以它是全在用国家的力量在做这样全力的开发。对，那他们就把这里面拆成了很多的项目，那其中最关键的就是这个 EUV 的光源的这个部分。所以呢，在先前我们看到，在今年年初的时候，其实就已经有传出来说，哇，有人看到说在深圳的时候拍到这个实验室里面的照片，写什么有 EUV 有看到光刻 EUV 机，对不对？对，但是呢，大家最后再把这个照片再看一下，发现它其实是一个这个干涉仪、干涉镜。通常这个是我要检验我的这个 EUV 的这个光源有没有这个误差，有没有偏差的，对这是一个检查的设备，并不代表这是 EUV 的光刻机或曝光机。对所以当时大家在今年年初的时候，大家就谣传说，哇，中国已经出来这一个东西了。对后来如果针对这个部分来看，其实这个不是。那但是呢，在这中间的过程，其实就一再都不时就有消息或者是出来说，这个中国已经生产出来了。对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台积电的这个部分。对因为假设我真的可以生产出来，那我从这个move in 到你的厂区，到我真正装机完成、验证完成，到真正可以进入到量产，不好意思，这个要花的时间至少要1年以上。对我们刚刚讲到说 EUV 的这个部分，它先把它拆成几个部分对。光源是一个很重要的核心，为什么？因为它从这个前一代的深紫外线是193纳米的这样子的一个波长，到 EUV 是极短紫外线，它是13.5的这个波长，它从193跳到13.5，对看起来只是数字降下来很多，但是这个数字降下来，就在实际的真实世界上来讲，它就很大的差别。对，第一个最大的不同就是这么短的这个极紫外光，它在空气中就会被吸收掉。对，所以呢，这样子的一个设备一定是要在真空底下，这个才能够操作。所以换句话讲是，刚刚有讲到说，这个艾斯摩尔的是一台校车的大小。对，它在操作的时候是针对这一台校车所有的体积这个大小里面，我要抽真空。对，可是我现在如果变成是一个厂房的大小，一整层我都要抽真空，我才可以做设备。对所以我们可以想象，第一个我花的电费，因为我要抽真空，我需要大量的电力。我整个的制程，整个其实那是需要完全是说不计成本的。对，那只为了我可以先验证，可以做这件事情，这件事情可以达成。宏观取材，厘清真相，犀利精准，深入剖析，时刻掌握关键，新闻时事不漏接。老时段，新气象，我是钟浩和，关键时刻2.0全新出击。